浴缸比卫生间还大，只能给它切掉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徒工小米。在这个老房子来装一个浴缸，看这个房子的外表装饰，这房子最起码也有20几年了。干活之前先要关水，关水是在院子里面有这个井盖，打开井盖到下边去关水。南方的朋友不理解，说你们的水表和开关为什么要装在井坑里面呢？因为我们这儿的冬天特别冷，不然的话都冻坏了。现在的新房子呢，会在家里面也留一个开关，如果关水的话，从家里面也能关。看一下这个卫生间，这个区域呢要装一个浴缸。之前是有一个旧浴缸的，之前还是那种铁浴缸，是砌砖的。现在把那个拆了，在这一块呢重新铺了地。那么问题也来了，像这样的卫生间装一个浴缸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墙与墙的宽度是1.47米，这边浴室柜到墙的距离是82公分。量一下浴缸的总长度，这个浴缸的总长度是1.5米的，比那个卫生间都要大，宽度80，这个够。今天我们要采取一个切割的方式来安装。要想装那个浴缸，这个浴室柜先得拆掉。拆这些老物件可得小心，搞不好就拆坏了。把浴室柜的主柜体拆掉，把这个地方呢腾出来，不然的话浴缸在这个地方转不过来。从墙角测量2个尺寸6、8，然后我们勾股一下这个墙角是不是直角。这个墙角是不是直角，直接决定我们切出来的浴缸放在这里安装出来的效果。这种老房子，而且贴的还是小砖，用尺子测量这个尺寸呢，还是非常的标准。这个角是一个直角，可见当年这老师傅绝对是高手啊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两边呢都要测量一下。当然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有方尺的话，或者用那个直角的物体来靠一下也是可行的。经常我们会利用到的可能就是一些大一点的纸箱子，客户家的小宠物都被我们给逼出来了。浴缸从门只能竖着进来，放平了以后，这里进不进来是关键。这个尺寸呢是1.18米，这个门的位置呢比较小一点，可能这个门要拆掉了。门框的最大尺寸是61，好写呀，浴缸是60。不过这个门得拆掉，不拆这个门是进不去的。刚才我们测量卫生间的距离是1.48米，在我们切割这个浴缸的时候呢，裁切到1.475米，留5毫米的间隙。穹边转角处呢，它是一个圆弧形的，我们画线呢可以依靠地平垂直画线，也可以依靠水平或者水平仪都行。裁切的这个环节呢比较脏，所以把它拉到户外来切。裁切的时候必要的防护还是要做的，比如戴口罩和戴眼镜。不锈钢架子拧螺丝的这个地方呢有点长，直接也裁掉了。接下来呢要对安装浴缸这边的水管做一个改动，它这边装了一个花洒，也是单独给浴缸放水的。现在的新浴缸水管是隐藏式的，我们不要把这些裁切掉。这个上面这是一条金项链吗？好像都有点掉漆了。重新烫管，把位置呢走在浴缸下边，做一个隐藏式的。专业不专业？会的，啊。
差咋弄的？现在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，先试一下这个门，果然是不太好进啊。因为这浴缸的正面呢，它有龙头和开关，所以这边的腿呢给它直接拆掉，斜着一点一点对过去。这尺寸裁切的也有点悬，听着声音都是呲着墙过去的。先不放到位，留个站人的地方，从这边把水管和下水管提前接好。接好水管推到位，最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调节下面的几个地脚螺丝。上一次我们安装浴缸的视频呢，关于调节螺丝呢，用手机拍照，用吊杆来调节，而且拍得非常详细。想要对这一段有个详细了解的话，大家可以翻翻上面那个视频，就是用吊杆来调节这个地脚螺丝。哎呀，我忘记你。所有的螺丝落地以后，我们可以站在浴缸里面踩一踩，晃一晃。螺丝调节好以后，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进入试水环节了。测试好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，可以在边上打胶或者不打胶。因为这个琼边是裁切过的，所以打上胶的话会更好。为了大家看得更流畅呢，我就把打胶的环节放在前面了。试完水之后呢，其实我们是先装的浴室柜，防止就是装浴室柜的时候，万一打好胶，有一些脏东西呢会落到胶上。这套浴室柜拆了之后，然后再重新装一次。其实在拆的过程中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问题。在重新装的时候呢，去做一些改善和处理，比如说台盘上的这些胶，全部都要铲掉，重新打胶。这套浴室柜是一个品牌的，看这个款式呢，已经不止10年8年了。但是这个盘呢，重新擦拭了之后，这个盘还是非常的亮，这就是品牌柜子的好处呀。这个陶瓷盘是真的好，看它这个下水，这个下水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。下面这个，哎呦，这下水一掰就断。重新换了一套下水管。安装下水器的时候呢，下面有一个密封圈，这个胶圈呢，我一般都是打一些玻璃胶的。很多人说打上玻璃胶还拆得掉吗？其实打玻璃胶拆这个东西是不影响的，随时拆都可以拆得下来。但是打胶的好处呢，它可以防止渗水漏水。也有很多老师傅呢习惯缠塑料袋，那样也是很不错的。白色的墙，白色的盘，所以我们要配瓷白胶。好了，柜子和浴缸全部搞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门重新恢复。20多年前的老房子基本都这样，现在你看哪里哪都是问题，该修的修，该换的换。今天更换浴缸的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，水的阀门我已经打开了，井盖帮大姨盖上。明天我们会再出一期视频，还是这一家。当时我们在换完浴缸的时候处理了一个浴霸，那个浴霸也是触目惊心，大家期待吧，拜拜。